美国施压，台积电就真的贵了吗？其实很难说，台积电和美国最后是谁把谁给涮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芯片这个事儿呢，这2年大伙儿都关注。反正这些天我问了一下啊，这个买家用汽车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，很多型号车辆价格还有交付的时间都受影响了。有些型号你真得等好几个月。所以呢，这个芯片制造相关的几个主要企业信息啊，尤其是这几天关于台积电的一些事儿，关注的人就很多了。因为呢，不仅仅是中国受影响，美国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啊，美国也觉得不够强大，也得靠买。加上这回全球芯片产能又不足，美国呢就担心未来发展会不会受制约更大，然后就采取了一些措施，这些措施也就牵扯到了台积电了。前几个月呢，美国搞了一个半导体高峰会，邀请了这个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、苹果、微软等等很多科技巨头企业一起参加。然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提出，相关的这个企业45天以内要把你们公司的一些相关数据呢提交给美国。然后呢，这2天国内有媒体报道说是台积电呢没有扛住美国压力，贵了。瞧人家韩国企业就坚持不向美国妥协，就是不向美国提供数据，就台积电一家把客户机密全卖了。然后看到消息之后呢，我找人就核实了一下具体的美国商务部要的是什么数据。然后呢，这2天台积电呢也发布了一个辟谣声明。我把2方面的信息一对，还真对应上了。台积电确实给了美国一些数据，但是这个数据是美国对市场监控掌控用的数据，你比如说芯片的产量流向，但是并非是客户相关的隐秘的机密的数据。而且这个要求也不仅仅是针对台积电一家，也不是只有台积电贵了，而是三星啊、英特尔所有企业都同意向美国提供这个数据了。而台积电也反驳说，客户啊是台积电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，台积电不会泄露敏感资讯，尤其是客户的机密资料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台积电的话应该是可以相信的，这很好理解呀。如果任何一个企业真的跟我们一些媒体传闻的一样，向美国提供了客户机密资料，那么这个消息只要一爆出来，就没有任何客户，包括美国客户，去选择这个企业的芯片了。你想，美国那么多老百姓天天怀疑政府搞阴谋，你说他的芯片被政府掌握资料了，这个芯片谁敢要？那这个企业基本上就可以宣布原地死亡。那么很多媒体传闻呢，就好像是说美国威胁台积电，让台积电马上自杀，如果台积电不听话不自杀，那么美国就不给台积电饭吃。那你说台积电会怎么选择？这种威胁谁会听啊？一家企业最终追求的是商业利益，所以如果美国不能给他商业利益，或者是要求他付出的代价过于高的时候，企业才不会盲从。既然台积电手里边捏着制造技术，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顺从美国，也可以在面对美国政府的时候呢，有些方面有时候台积电自己能把主动权捏在手里。前一段时间呢，大家也都听说过，台积电的部分厂房要迁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。美国的期望呢，是能够让台积电过去建厂，帮助拉动美国的本土芯片制造业。然后呢，给他一个理由是可以降低运输成本。这段时间船运成本越来越高，你在这个台湾生产送过去太贵，在美国本土生产多好。但是据说啊，台积电送过去的也仅仅是5纳米的生产线的一部分，3纳米的最核心最先进的没动。而且也不是把芯片的整个完整生产流程都搬到了美国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离开台湾，离开台积电本厂的话，在美国这个厂其实没有多大用。另外呢，美国还给了台积电是好大一块地皮，但是这块地皮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产出，因为芯片生产都是用水用电大户，偏偏找的这个地方呢是科罗拉多河的下游。而美国中西部的水力发电70%来自于这条河，再加上那个美国的中西部农业用水很大一部分也要从这河里抽。更要命的是，科罗拉多河这几年呢也是缺水，缺了好几年了，所以当地农业协会还提出抗议示威，如果你要保证台积电的用水，那我农业就没法抽水了。所以他们要求老百姓上街，逼着台积电离开亚利桑那州，而且呢告诉农民，你们千万不要去台积电当工人。
所以美国对台积电如此寄予厚望，台积电也去罢了厂了，然后美国得到了什么？那么这么看来啊，有时候真的说不出来，到底是谁捏着谁的软肋，谁又把谁套路了。毕竟台积电它还是个企业，不是台湾的民进党政府，也许这个企业的脑子真是有点活。好，关于面对美国，台积电这么一个企业会不会真的投降？今天呢，我们先猜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